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虎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资深媒体人周明玉，虎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郑丽文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以后，整个政党包括在未来两岸关系到底会是怎么样？甚或他喊出的要让台湾人自豪，我是中国人，那在民意上面又会是怎么样呢？那未来在整个大选上面又会是怎么样一个氛围？除了这个以外，对民众党主席黄昌来讲，除了蓝白合之间的问题、狗仔门啦，或者骇客门啦这些，那如果要是真的像媒体上的报道，他有所谓的指挥狗仔办案这些的话，那民意上面。那又会是怎么一些看法？对整个民众党的未来又会是怎么样？当然，那现在全国所有的民众大概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非洲猪瘟这件事情了。接下来就要看的就是，不管是说在5天，甚或农业部讲说会不会延长到15天？那不管是禁宰啊、禁运啊这些，因为我在5天一个轮动的去检讨，因为。千万不要扩散，包括今天行政院长左荣泰到了台中，然后卢秀燕市长陪同大家一起在针对这个问题，未来到底要怎样？但不可讳言，这整件事情在处理的过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出来，对蓝绿阵营来讲的话，那包括边境的管理，包括地方处理的流程，那。绿的说你到底地方处理上积不积极，蓝的会告诉你说从中央从边境以降，所有这些真的守住了吗？所有这些都有一些政治味道在。我一开始让您听一下，台中市长卢秀燕再次回应有关非洲猪瘟的问题。来，这段时间。我们一定严格稽查哈，有查必报哈。那为了食安，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段时间加强严格稽查，也请大家多多的配合跟包涵。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是个案，我们要全力的防堵啊，全力的防堵哈它事态的扩大，那它希望它是个案哈。所以台中市政府这几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相关的因应啊，那以及所有的这个追查以及相关的这个疫调工作哈。那以上跟大家做补充报告，那我们一定全力防堵守住这一关，谢谢大家。来一下，现在大家看，因为当然事情发生在台中哦，那当然你说整个非洲猪瘟的话，我们已经脱离疫区7年了，这不会凭空降下来降到台中来，所以大家讲好，同时也在看疫调，同时看边境的管理上面有没有任何一些问题，但重点是在现在不能让它再扩散，这个非常重要。可是不是讲有28头猪已经在其他几个县市，这怎么办？对。28头猪有12个去处哦，而且这12个去处就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很大的问题？不只是它的去处，我们要去查厂嘛。这些猪如果到的所谓的猪肉铺或者其他的屠宰场，那屠宰场的相关的这些范围有没有被感染？有没有感染到其他猪只嘛？但是流入市场反而安心，因为它不会感染到人啊，但是会感染到其他猪嘛。但是重点是运猪的车会不会有这些病毒，在运了其他猪又进了其他猪场，就会导致其他猪场也感染的这相关的非洲这个瘟疫猪瘟嘛，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台湾好不容易是亚洲3大病猪病的非疫区，就是口蹄疫、传统猪瘟跟非洲猪瘟。很多婆婆妈妈昨天都在讨论糟糕了，温体猪买不到，因为要禁屠跟禁运，因为在这个过程我要去查厂或者追查去处的时候，我要避免再次扩大嘛，避免再次扩大，我就禁屠跟禁运。那禁屠跟禁运，一般的温体猪大家都买不到了，而婆婆妈妈为什么不去超市买猪肉的原因是，温体猪比较好吃，冷冻猪肉比较不好吃，所以很多的控肉饭店包含那些肉丸店名店大概都要关门休业好几天。为什么？因为他们之所以好吃的原因是在于温体猪嘛，而温体猪就是现屠之后马上拿来市场上贩售嘛，所以这个温体猪是很重要，台湾饮食非常重要的习惯。虽然有大量的这个冷冻猪会释出，但是对于温体猪市场来讲，造成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如果要溯源的话，台中市政府必须负担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呢？10月10号就死亡哦，10月14号你才访视没有采样，而在13
3号的时候，他刚好就出了28头猪，去了12个去处，这个就是所谓病毒扩散的最重要的根本嘛。为什么你10号就知道死亡，你拖到14号才进行访视，而14号进行访视，你竟然也没有采样，你没有采样的时候，你拖到21号才送中央检验，中央检验21号检验是阳性之后，22号立刻公布嘛。那中央也成立前进指挥所，最重要的就是溯源跟这个去向的防堵嘛，病毒去向、猪只去向的防堵。那我们当然希望它是一个个案，而这个个案如果扩散了，台中市政府真的不能推卸责任。他们说农业处，台中市政府农业处说该做的都做了，那你这10天到底做什么嘛？为什么会让这28头猪扩散到12处，而有可能全面扩散嘛？我们当然不希望不要，但是如果发生了，那你这10天就变成非常严重的破口嘛。另外就是溯源很重要，到底为什么非洲我们已经禁绝很久的这个非洲猪瘟会再重现台湾？那这个问题就在于所谓的所谓厨余或者是说所谓的收水来养猪的这个问题嘛。当然中央在今年就有禁止，去年就有禁止这个用收水养猪，但是它有一个界限，就是200头猪以上它可以透过一定的设备，然后地方县市政府来核准你这些设备有没有符合规格，你的操作程序有没有符合规格，来杀死这些有可能流入市面的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这些病毒如果可以杀死的话，你就可以用收水来养猪嘛。但是这家猪场为什么会产生非洲猪瘟？表示你这个 SOP 是没有照中央指示的这些 SOP 来做。那台中市政府核准是你们核准之后你有没有去稽查？所以这不只是10天的问题，而是这一家猪场到底是谁核准它可以用收水来做这个养猪的工作？另外，你有没有定期去做相关的稽查的动作？这当然也是台中市政府的责任。另外的责任说，除了这个收水喂猪养猪的这个问题，厨余养猪的这个问题，那厨余为什么会有非洲病毒？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那最重要就是你在机场的稽核或者是宣导嘛，因为大家怀疑就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肉品，它没有经过这个检疫的过程就进到了市面，那进到市面之后，它又吃不完就变厨余，厨余之后就感染到这些猪只嘛，所以边境的管制重不重要？边境的管制非常重要，但是立法院去年删了，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删到大家有感果然删到大家有感跟猪农有仇好不容易防疫有成，开始外销，砍关所有减宣传防检的宣传预算，这个是国民党林公瓜大家很清楚，林思敏提案的，中国国民党立院党团提案删减了媒体宣传费用3400万，这是国民党提案。民众党有没有提案？民众党提另外一个案叫边境查验预算包含我们最重要的防疫狗因为狗对肉一闻到肉就知道说这里面有肉你就要抓出来。这些连防疫狗的预算、边境查验的预算是谁删的？就是黄国昌所提案删除所有食品边境查验国内外查核稽核管理的相关的预算，全部删掉。这些东西他们好像是删了200万，删了2000万。冻结了2000万，是由民众党的黄国昌所冻结的。好，这些预算删除，到底国民党、民众党的你们目的是什么嘛？有些预算要删但是有些预算你们不能删嘛。过去我们一整年讨论预算的问题，就说立法委员你们监督政府删除预算是应该的，但是你们删除的理由到底是为什么？黄国昌，你现在可以说明吗？难道是为了麦玉珍偷带他的火龙狗方便，所以你删除了边境查验预算吗？国民党，你们的理由是什么？考量政府财政困难考量政府财政困难，你们还要发1万块。所以你们的道理不是说立法委员不能删预算，但是为什么删了？现在它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预算，而防检署在去年就已经提醒大家，如果删除这2项预算，对于非洲猪瘟的防疫会增加非常大的困难，不幸被防检署的预言中了。
但是刚来，我们就直接回应上这个。第一个，当然防疫跟时间赛跑，大家也都知道防疫时间，所以你看刚才卢院长特别强调说这几天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很多，但是是刚刚讲，那到底做了哪一些？包括从10号、14号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14号为什么不去裁剪？农业部长今天还特别在记者会讲说，照法令去是不得拒绝的。可是他讲说，因为现场去，那兽医也说 OK 啊，然后现场看看也已经在治，所以呢，那农场拒绝那就不裁剪。可是这些算是中间的一个破口吗？从10号一直到20号这些，真的会造成这样？尤其现在把预算又拿出来了。大家都不希望当时防检署所讲的那些非洲猪瘟的话会成真，没想到一语成真，真的现在面临到了这样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民党朋友都在指责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拿过去年的预算又来做一次政治操作了。那现在看的是他这个是6亿啊，就边境检疫啊，像我们大家回到中正机场、桃园机场或者是这些机场港口进来的时候都会排队，对，去检查。我想那个现在都是由外包的保洁公司在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在进行中的，并没有因为删了2000万，所以呢我们相关的事情都停摆了，因为它是6亿多的预算，6亿多的预算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去拿过去的事情要来去做政治操作，要来就说过去来做预算监督是一个怎样的事情。我觉得大家有点听腻了，这一整年听腻。那我不如回到事情，因为事情发生了，你就翻以前的过去，坦白就是算政治战了。那好，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据我的了解，他们台中市的这个农业区的地方蛮大，所以它每一地区有几个地区就有一个兽医，他的特约兽医去现场看。那他们在发现第一批的时候，有给予投药，投药的时候，发现那个死亡的这个件数就少。他们在发现第一批的时候，有给予投药，投药的时候，发现那个死亡的这个件数就少，少。好，那个而且在第一批发现的时候，就是不是典型的非洲猪瘟的情况，所以的投药之后，他就算事情，那有几天确实没有死亡的案例出现，那后来又大幅升高，那升高，而且是一天之内。就是有这个猪只死亡，所以这部分大家再去做进一步的去做确认。那当时也是检体就出来了，所以确实疑似是非洲猪瘟，就赶快就事实上都至少在网上报，并没有隐蔽，不要说什么台中市故意隐蔽等等，这不需要隐蔽，坦白讲这不需要隐蔽，那所以他按照这样 SOP 这样来，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昨天已经发生，而且已经宣布了这个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一起地方中央协力嘛，看看是哪一个地方未来呢需要再有漏洞的再补。那到底是边境的厨余或者边境的这些猪肉的食物带到了台中，那我觉得就看到哪个地方破了洞，所以这部分就是实事求是，把事情解决好，不要趁这个机会大家去打政治口水战。大家看到还没有查清事实，还没有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况，做日后的改善的时候，就进行一些政治口水战，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烦。苏北有没有听到中央地方大家携手合作？是啊，中央地方大家携手合作。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农业部啊，每年呐，针对于非洲猪瘟整备的计划的相关计划。你知道这个整个计划里面啊，第2页啊，就是包含各个22个县市政府的动保处，全部都在这里面。动保处的成员全部都在这里面。全部都在这里面。Okay. 代表是什么？这个整备计划包含有问题的时候要找谁，各地方的动保处的同仁是谁，全部都在里面。OK。然后你知道中央这个计划包含编列到什么？编列到人。检疫的人我给钱，好，相关检疫的预算我给动保处钱，所以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一起来防范这个非洲猪瘟国内的防疫能量，不是只有嘴巴讲，包含农业部相关的人的预算，这个执行业务的预算全部都下去哦，从110年到现在，每一年都有哦。那我就问你，台中并不是没有得到中央的资源，那为什么会出这一件事情？刚刚讲的溯源跟去向嘛，你看溯源的话，刚刚讲的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哪里这个带回来的这一些肉末，然后这个可能进到厨余里面被猪只吃到，但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些厨余有经过90°C1个小时的蒸煮，这个病毒其实是
会不见的。那台中的这个养猪场、养猪的这个牧场喂厨余这件事情，台中市政府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对，台中市政府要知道。好，那问题就来了，那到底有没有严格落实这些厨余都有蒸煮1个小时90度C上面？这就是台中市政府要回答给大家的。你就要回答，你有回答吗？你说稽核的过程吗？对啊，这整本预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要用厨余去养这些猪只，那你这个厨余的蒸煮，台中市政府编列了相关的预算，就是要让你去监督这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做到？台中市政府要回应大家啊。但台中市政府卢秀燕昨天面对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她叫大家去消费这个台中的经济，刺激台中的经济。但是卢妈妈，你有想到吗？如果这个猪只出问题的话，然后扩局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会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吗？他难道没有想到吗？反而是用这样子的话来转移焦点，然后对于中央要求地方做的事情，到底他有没有做到？没有回应。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从10月10号开始有这个猪只死亡，然后这个特约的兽医师认为说他只是所谓的胸膜肺炎哦，就用头药治疗，结果后来10月14号又有多只的死亡，当时农业部防疫署就通知了台中的动保处要进行访视，但是台中是去访视了，动保处的人员却没有裁剪，这个地方其实就出现了漏洞。我们希望的是说，台中市政府在面对这件事情，猪瘟已经发生，而台中市的市长到底态度是什么？一直到今天，卓荣泰院长到台中去视察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卢秀燕针对这一件事情做回应。但从昨天到卓荣泰院长到台中之前，卢秀燕是不回应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才让人家觉得说啊，代志已经发生到这样啊，是为什么这个卢妈妈完全不重视啊，完全没有妈妈的样子。刚刚这个五哥刚刚就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点名我跟小玉姐说，我们对猪这一件事情，我们2个人这个妈妈有什么？妈妈不是对这件事应该会有很敏感。是我觉得这个当然食物的部分，这个当然猪就是台湾人很重要的一个肉品的来源嘛。如果猪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这个农业部部长那个陈其仲之前在讲说他们家这个口蹄疫的事情，对他们家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最常的去拜访市场，我们市场里面有多少人家整家人全部都靠一个猪摊位，在照顾整家人，所以如果温体猪不能卖的时候，你知道那整家人的经济全部都出问题。那这个是摊商的部分，那还有很多的什么控骂崩啦，然后中下游厂商，对，全部都完蛋。那这一件事情事关重大，台中市政府应该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从这个开始的源头的管理，还有这个中间过程的整个防疫的管理，我觉得都应该要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清楚。因为刚刚苏培议员讲的很清楚，他是臆测，他是推测，所以现在就不要用推测的语言去，好像台中市政府犯了什么滔天大错。那据我的了解，昨天台中市政府漏夜开了3-4个小时的会 ，OK， 就每一个环节去勾稽、去比对，然后在什么时候、哪一天谁去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相关的照片在内部的会议里面，大家都拿出来做讨论。然后还有可能的是从哪一个路径跑到这个养猪场里面的，大家也进行一些推测。那为什么不跟大家报告呢？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不要去诬蔑说台中市政府什么都没做，好像在这边呆的去等，今天等卓荣泰来。卓荣泰来，他内部当然是报告啊，跟卓荣泰报告说我们台中政府查的情况结果是如何。那我觉得这部分他就是扎扎实实的做。那我觉得这部分也不用去担心说台中市不会隐瞒，因为所有的数据等等都在农业部手上，也都在农业部手上。那中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个环节可能有出现什么问题，或哪一个环节是当时的兽医没有发现的，或是他在判断上面有出问题。我觉得这部分等到数据出来就好，因为这坦白讲，这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大家用推测的。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来进行这个互相的来攻防。如果这就是一个科学数据，我觉得科学数据等到数据出来之后再进行政治攻防还来得及。小玉，现在是科学还是政治问题？都有，因为科学很重要，政治问题。你觉得现在有政治氛围出来吗？
当然有啊，不是他刚刚讲说什么台中市政府动起来，拜托，那是因为中央已经进驻了，好不好？杜文珍市长直接进驻在中央应变中心，哎，现在速度才整个变快啊。昨天前天就在动了啦，他就在动了。我觉得不必，大家不必22号就进驻了耶，大家也不必说好像台中市政府好像形容他是一个木乃伊，然后什么事都不做。不，其实没有，我要帮台中市政府讲话。台中市政府还是有台中市政府农业处说他们什么都做了，但是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讲，他到底做了什么？我觉得现在整个氛围好像故意去投射说台中政府好像很后被动，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好像等到中央提醒之后才会发生这个事情。事实上，他就企业出我们现在不检讨他，难道我们是要感谢他吗？我叫你感谢啊！而且如果台中市政府，我先讲，台中市政府，你不用感谢台中市政府，但也不必政治化台中市政府。没有意调就是科学。我觉得昨天卢秀燕如果出来有记者问他的时候，他不要讲说早上记者会开完了，现在不问，大家来消费就好了。如果他不是用这种态度，大家不会用这种这么正式的方式，觉得说你就是在逃避责任嘛。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市长都没有出来讲，早上开完记者会，大家还是不清楚啊。10月10号第一支发生，一直到10月20号117支发生，你才去检疫。这中间这10天你们到底在干嘛嘛？确实，除了这个10天到底在干嘛之外，今天还有一个最扯的嘛，就是你看哦，这个是10月20号，他不是说他10月14号没检疫嘛，他是到10月20号才检验哦。好，那你检验完之后呢，就我们来看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动保处他们应该是一个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动保处他们是怎么处置的？他5点03分，他去寄这个黑猫宅急便寄到农业部。对。他是今天大家去查，后来证实了，他这个是黑猫宅急便，然后他这个送件去啊。那我们就问第一个啦哈，你怎么会用这个快递用宅急便的方式？他们有没有 SOP 的一个做法，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间。我必须坦诚，这个确实查说没有规定要怎么做。可是这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之前历年来有海漂猪，然后还有发现有这种废弃猪，一定有很多地方都有送到中央农业部去检，而且大家都超快，大家都是当天隔天就当天 right now 就直接送检验，可是这马上送检验哦。那我们第一个问说，你拿到这个验体，你为什么要去拿到这个检体？你为什么要用黑猫宅急便寄呢？其实台中到台北没有很远的，你可以直接开车就直接去啊。而且今天兽医师有在讲哦，他说你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有2个风险，因为不知道你是怎么包的。那你送到这个，比如说你送到便利超商，然后你要知道黑猫宅急便去，那你这个会不会有污染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兽医说退100万步来讲，万一你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病体啊，或者是车子有怎么样的话，那你检体不见，那你为什么要等？你看到它这个是5点03分印的然后送冷藏，然后另外我们知道嘛，送冷藏你还是有这个什么100天的那个传染嘛，因为它那个非洲猪瘟的那个病毒啊，活跃力很强。然后他还说希望这个10月21号1点前要到啊。对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自己送呢？就说其实你真的自己送的话，你5点，坦白讲，你从这个台中一直到新北那边去3个小时也就到了啊。我们这个是那个分分秒秒在争时间嘛。坦白讲，你从这个台中一直到新北那边去3个小时也就到了啊。我们这个是那个分分秒秒在争时间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要。所以我就说，志刚你说他们很积极动起来，你从这个动作来看，你就觉得说其实是真的蛮需要检讨的地方啦哈。好，那再来刚刚讲到说，这一次因为大家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刚刚讲到我们的成就，我们跟日本是唯二的这个免疫区的部分，我们就是非洲猪瘟的部分，我们守得这么好，守了7年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今年6月的时候，台湾才获得世界动物组织的一个认证，我们包括非洲猪瘟、口蹄疫、传统猪瘟，我们是亚洲唯一达成3大的，就是台湾民众这么努力去守住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3预算，我们就很有感嘛。就是你3预算，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说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那所以我们坐飞机下来都会有那个广告告诉你什么不能带，还有我们从海关或是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只米格鲁蹲在那里。那时候是那个苏贞昌院长的时候嘛，你连那个米格鲁的那个防疫的那个700多万你也要删？拜托，米格鲁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开始闻，你要给他受训的那你连这个预算你也要删，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这种媒体的宣导，为什么大家会知道？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宣导，所以大家才知道说，你包括月饼，如果你有那个肉馅的，你还不能带回来。泡面你如果里面有肉块的，也都不能带。那这个这个不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都是经过这个有宣传宣导，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媒宣费都要删。刚才是刚讲说，不管那个费用有没有变动，他说第一个说有6亿，第二个说那反正因为海关。或是防疫，因为现在外包的一些防疫人员，他说防疫的都还在，所以只要关口还在，那些费用少个2000万，影响没有大。思刚才是这样认为，基本上不影响整个的运作，因为大家每个回来都会面临到就是这个在防疫口要检查嘛，并没有少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光花宣传费，你去删这个干嘛？还有动物的这个，我刚刚讲那个米格鲁在受训，你去删他这个干嘛嘞？他得罪你了，你删他干嘛呢？我们刚才没有讨论到米格鲁了哈。那你要讨论到宣传费了，但宣传费你删他干嘛呢？宣传费这个部分，第一个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这不是事后诸葛哦，这不是当时在删的时候，当时那时候防检局就已经发新闻稿了，就已经跟你讲了，我们这是防范非洲猪瘟重大防检，就告诉你们不能删。好，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去翻这种删预算旧账，我觉得有点去算政治账的感觉啦。那好，你过去这一整年快过去了，我们大家去年的预算是这一整年，今年的哦是114年的，这一年这样下来，第一个我想大家都清楚嘛，像小玉也知道。肉末都不能进去，我们也知道，在日本买没有，麦丽真的不知道，他们相信他讲的好顺，都清楚的很。所以肉末任何的肉末都不能进，所以经过经年累月的宣传，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的肉都不能进台湾。所以我觉得宣传是非常的成功，而且大家有这个国民意识，不要让这些肉进入台湾。你要知道，米格鲁蹲在你前面就20万。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去讲这个，我觉得要去看说当初是哪一个部分的预算。你现在讲一个就是一个很笼统的部分嘛，那所有的预算是在整个媒宣预算是整个的大所有的预算里面，那到底是哪一部分少了？我觉得这几个在细看啊。我最后要讲这个提案单，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去争预算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民党有点出气的味道。没有，我要回应一下思刚的部分。你知道肉末那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出国的时候，光泡面哪一种可不可以带回来，我们都要上防检局的网站去看呢。你觉得那些网站可以莫名其妙就有吗？那不是都是媒宣费去宣传的吗？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把那个肉末跟那个广告拿来做对比，这也当可能是业务费哦。网络上告诉你什么媒宣费也是业务费啊。然后我告诉你，思刚你一直在讲说政治账，我问你，国民党为什么要让人家算这个政治账嘛？这个媒宣费宣传非洲猪瘟，对国民党来讲，到底有哪里对不起你们？他哪里多花？国民党告诉我啊。如果没有，你现在告诉我说你们在算政治账，为什么你们要让人家提案，然后删了要让人家算？对不对？尤其是现在那这样的话，按照你的逻辑，那你今年在市政府也不能算预算，不能算市政府的预算哦。那你讲出来嘛？你为什么要删它嘛？你要不能动。我告诉你，我在台北市政府的预算，我一定讲出一个数字来。我讲出预算，我一定会删出数字来。都可能会出错。思刚，我只问你一句话啦，现在立法院在审预算啊。国民党要不要继续提案，把这笔预算延续删掉？我就问这题，你可以提醒国民党的党团。我就问这题，你们今年要不要继续删这笔预算？删的是立法委员，不是嘛？你说这是政治账啊，你就要讲啊，你这是政治账啊，就政治账。这件事情发生出来的时候，你去翻旧账，很解决问题嘛？要不要删？我的感觉你是在翻旧账嘛？没有，你要不要删嘛？这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没有能力删，我不是立法委员，但是市政府、台北市政府不当的预算我会删。那杨明。好吧，刚才那个画面就是国内现在疫情，大家已经是防疫如救火一样。OK， 你抢一分是一分，然后就是这个样。可是显然大家都没有忽略到在政治上面的层面，除了刚才讲，包括时间，包括预算，包括刚刚讲说连那个简体到底送的时间这些，更不要说像厨余这件事情。厨余这件事情这2天从现在开始一路往前，再往前推，中央到地方全部都拿出来讲。这所有这些都变成，讲白一点，政治筹码都在这个里头了。应该这样讲啊，任何的病毒如果本来不在台湾，那它怎么出现的？这是现在重中之重啊。那就所谓的疫调嘛。好，那当然说很多人说去揣测说，可能是厨余的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因为厨余导致的传播，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厨余是这个所谓传播非洲猪瘟最容易的一种方式。那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即便是2021年，好，这份公告是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苏贞昌院长那时候不是雷厉风行要去查这个强制包括机场去查什么什么肉品怎么带不来进来什么的，好。即便是那时候最强力去扫荡这些境外肉品的时候，我们的这是那个时候叫农委会，现在农业部一样是公告，很抱歉，200头以上的养猪场，就你只要养200头以上，你可以这个所谓的用厨余，那只是你需要高温烹煮，需要一个所谓高温烹煮。那也就是说，厨余养猪在台湾它还是存在的，当然，那既然存在，就有风险，那这一次问题是，如果今天病毒都没有进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厨余链里面，它也不会进到养猪场。所以我说关键还是在疫调的过程里面。老实说，这很困难啦，很困难。就是说，你现在要去查到底是哪一个关口，什么东西进来造成今天这个样？没错，这个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能够查出一个水落石出，我必须说，哇，那不得了。谁造成病毒进来的？我跟你讲，那个不只是政治风暴。可能如果今天是台中市政府的话，我跟你讲，卢秀燕总统也不用选，就这么简单。你说病毒发生，对，我说如果今天能够归责于特定的机关，这很难啦。其实我觉得这不对，因为你知道吗？防疫再重复一次，厨余只要90度C 煮1个小时，这个病毒就不见了。所以你说在现场的，所以当然海关要拦住，我们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不是讲，但是我们退而求其次之后，还有没有防毒的？我不是讲刚刚那个措施一定是破口。我要讲的是说，这是有风险的。然后呢，再来我们讲到，比如说像台中市比如说如果他们的动保处，比如茶厂，对，刚刚这个苏培讲得很清楚嘛，10月14号为什么没有裁剪？对，好，那台中市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是农业部的特约兽医师跟那个养猪场的特约兽医师说不用裁剪，因为症状不像非洲猪瘟，他们相信了兽医师的说法，所以就没有裁。好，也没有关系，这是台中市的说法。可是农业部也这样说了，农业部也说特约的兽医师是这样讲。可是重点来了，即便10月14号裁剪，请问那个养猪场病毒在你那边了没有？在了嘛。就算你10月14号裁剪，也是已经扩散了。那100多头猪就不会死吗？我告诉你，一样会死。所以问题不会在这个地方。我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谈所谓的病毒，就像当年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对3+11很痛恨？因为那是一个措施改变，导致我们的疫情这个大家直觉联想跟这个有关。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有因为一个你的动作导致防疫的破口，这绝对会是一个政治风暴。可是目前我觉得大家先稍安勿躁，不用急的。你砍预算就是你这个预算怎么样？米格鲁是砍训练费用，不是砍他们的这个，他们还在，他们各机场都还在，翻译员的那个训练，他们都还在啊，他们都还在。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就变成是政治攻防。可是有嘉宾，我们先这样讲，刚才从义善到苏培他们中间有个苏培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地方都很严格的执行了那一块的话，是不是就算有病毒，万一要是进来的话，可能也不至于会造成这样。义善刚才把时间序为什么要抓的点的这么清楚，是因为有28头是在13号，那个是10号裁剪。你讲的对，因为病毒一直都在了，是14号才去裁剪，对，所以13号那些猪肉也都出去了，对，所以都来不及了。那如果要是10号发生，就中间的每一天的那个时间，可是这个时间现在就讲，现在大家回头去算好了，那他。这个你只要一算这个，他就是感觉上在做政治上面，大家在检讨。对，所以我讲的就是，如果台中市，比如说，你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厨余，你高温烹煮，这一家养猪场如果没有做到，是他的 SOP 根本没有照这个做，而你过去每一次去查都合格，那是不是你地方对你地方政府就要负责了？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些人力去每一个养猪场，去他的高温烹煮里面去看他去，比如拿那个90度，注意他那个规定是说，厨余那个中心温度90度，不是边边角角，是要中心温度90度，还要搅动1个小时，等于是什么？你的人力要在那边看他搅厨余1个小时，我们有这样的人力吗？有哦。
要有哦，我说每个厂哦，他每一餐喂厨余，你都要在有一个人在旁边看，不可能啦。这个整备计划是从100年编到现在，对，我们每一个地方政府为了每一个地方养猪的都要管。你知道台北市也有，台北市只有一个地方养猪，那个地方在哪里？不是，在台大。你知道台北市也有，台北市只有一个地方养猪，那个地方在哪里？不是，在台大。台大农场有几头猪？你知道我们每年都为了这一个地方在编预算，而且都为了这个事情养了一个人力，这个人就是专门去看台大农场的那些猪。好，那台北有这个市场，有这个条件，不是台中为什么没有？县市政府很抱歉，全台湾有500多个养猪场，有厨余养猪啦。来，我就知道。对，所以我说他总不能三餐都在那边嘛。所以我们要帮台中讲话的意思，我是讲的是我们大家务实一点。SOP 如何落实？SOP 如何落实？他如果没有确实的话，台中市府要扛啊。对啊，这是你的要扛啊。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疫调完成之前，就像我们讲，农业部讲说不要去污名化厨余养猪啊。所以我说这些到底病毒在哪一个方面导致的？先把原因找出来，再来吵架。否则现阶段我必须讲了，很多厨余养猪的农业户也会觉得。我都照规定，结果现在我这样养了，变得好像我是罪过，所以我说大家先稍安勿躁。10月27号，农业部说疫调出来，我们大家再来看说要怎么做。好，我要讲的是这个预算呢，是从110年农业部就编给要求地方政府要来配合，所以如果刚刚所讲的台北市根本没有这种专门是用来经济做。这个养猪的只有台大，我们都编了相关的预算，因为中央要我们编，因为就算是只有台大，都有可能扩散出去。所以你看台中有没有？有，台中还把这个动保处的处长全部列在这边，包含组长、包含电话，全部都有。而且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要做的事情啊，要解决的问题啊，其实就直接有讲啊，包含检疫的部分的工作，包含相关的准备工作，全部都要在里面，还有包含这个非洲猪瘟这个相关的牧场访视，全部都在里面。然后这里面预算编到什么？给大家看，预算编到人力，包含这边。给大家看哦，有人事费薪俸加班费然后还有相关的按日计酬的酬金、物品杂支，全部都在里面，全部都有。这个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编给中央去申请的补助，而且中央的这个补助是给22个县市，所以台中不要告诉我你没有钱，有，你们动保处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有人力，就专门来为做这个事情。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今天他们没有做好。台中市当然要扛，卢秀燕总统也不用选了。今天他是非洲猪瘟破口，他就要扛。可是，在还没有做出这些调查之前，大家那边指责啊，就是米格鲁，就是什么？不是米格鲁啊，这叫口水这叫口水。OK， 但我想说，我们回归到一个这件事在讲的另外一个叫态度问题。是，所以态度问题就是包括地方如果面对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些态度在面对？对，包括刚刚讲到是不是从中央的海关有没有破口，有没有所有这些，那是态度问题。包括在立法院预算攻防的时候，那个都是怎么样去对老百姓做交代的一个态度问题嘛。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自己看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资讯，那这些不管是地方台中市府卢秀燕市长中央海关所有这些。大家在态度上面，就对得起老百姓了吗？我想啊，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基层。我们先从刚刚就是引起大家一番争论，就是那个防疫的那个相关的预算，边境的宣传预算砍2000万，总共6亿嘛。砍2000万是不是影响这么大当然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呢，还是回归啦。当初在写这个提案单的时候，他们真的有想清楚这是什么吗？还是就是办公室随便找啊，你这个好了，6亿3个2000万零头砍掉啊！我们反正黄国昌就是要删到有感的凑一个数嘛，是不是这样的提案？是先不要讲说现在规则，你当初提案是不是乱提，你就承认不好意思乱提的啊？那个为什么删除过了不好意思乱删除？请问黄国昌有出来回应这件事吗？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是在太鲁阁啊，不，他今天是在大屿岭去勘察那个隧道，合湾山的隧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他要去那个隧道了哈。但重点在于说哈，现在大家都是有点就是蓝白是骑虎难下，所以几乎所有蓝营的回应，包括立院党团的回应也说大家不要政治化，现在这个是纯政治的讨论，我们还是应该回归防疫嘛，那就是表示知道这个问题会烧起来，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先把它暂延。但我认为哈，边境宣传这种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今年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可能也是从外面的可能小包的啦。或者偷渡的啦、冲关的啦，不管是什么走私的都有可能嘛。反正我们本土没有，现在有了，大家就面对这个问题。那明年要不要加嘛？讨论的时候要不要理性嘛？啊，至少展现这个理性嘛。到底这个钱是不是要用到？比如说我们要用各种语文去宣传啊，就不只是集中在中国，因为除中国占80几%啦，过去这一种被抓到中国占80几%，还有其他10几%嘛啊。好，那其他10几%我们也是变得，大家可以理性讨论。这第一个有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目前感觉好像还没有看到大家有这个企图心啦，就是大家还没有把它变成立院攻防的议程。好，这个是比较高的部分。再来就是我们往下看哈，就是卢秀燕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其实他就刚好撞上了台中购物节，他还在那边发大财赚大钱，然后大家一起消费。什么时候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要这个事情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希望大家还来跟媒体朋友说，希望大家好好宣传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谁有心情啊？所有记者被派到台东市是要拍你购物节吗？没有人要管你购物节，所有人都希望在现场问你这件事情的态度，不是吗？大家又不是第一天做新闻，他自己也是新闻人啊，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卢秀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还想闪，他并没有直接上岸说我扛起来。这个事情知识体大，我们20几年前大家都有经历过口蹄疫，所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们现在台中主动扛起，真的什么？他没有做。所以你觉得这场就是他在那个现场在媒体跟媒体讲间不够表达这样的一个，对他没有去把这个议题的主动性抓在自己手里面。现在大家看的记者会，主要是看谁的？还是中央的记者会啊？还是到时候拍下去在现场那个不管他叫什么前进协调什么的，就是还是中央派到那边的嘛？你是不是就让大家再次有光复那种的感觉？你地方到底在干嘛？好，那再来我们再落实到最细节。现在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厘清啊，但因为我太太娘家也是做养殖的也是做畜牧，但是不是猪的啦。就是这件事情对养殖业者或其他相关从业者，大家看到这个案情的时候，几乎所有在做养殖就是哺乳类动物养殖的，都立刻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对劲。这个厂300多头，10月10号已经挂几头？10头左右，那是很高的比例哦。我今天这个畜牧业者，我大概几百头的这个哺乳类动物，就会有10头挂了。这怎么会是说叫个兽医应该肺炎吧？因为其实我有听到其他的南部的业者说，其实肺炎跟那个非洲猪瘟差很多怎么会有这样的？不至于会，就是他的那个病症就是差很多，就不太会这样子。好，这是10月10号，接下来10月13，他出货了，出了20几只，你里面还有持续在死，然后你继续出货，这个业者问题不大吗？好，再来就是到了10月14，他们去查厂的时候死多少？50只了，1/6。然后看到一个厂1/6，如果大家有去看过真的养殖场的话，它会分很多个栅栏在那边，1/6空掉了，挂掉了。那为什么台中会发现呢？也不是主动通报，是画质，就是它死掉之后，它那个太大只了嘛，它没办法直接抬去就自己当垃圾丢掉，那么多死那么多，所以它要申请画质。就是化学把它用某种程度去把它处理掉，所以台中从监控系统发现你这边死太多猪了，去到现场结果说看起来不像非洲猪瘟，然后就不采样。最奇怪就是这一点了，业者不让你采样，你自己也没有主动采样，不对劲啊！一个厂死掉1/6，就算不是非洲猪瘟，谁知道是什么怪病嘛？你应该要有这警觉性，这应该是一个怪病吧？如果不是猪瘟的话，看起来不是那没有。周老师，我更正一下，那个1/4是已经到10月20号了，就是死到1/4已经到没有死到1/4，但是那个10月14号是50头，大概1/6，对，1/6，对，110多头是到20号，100多头，117头是到20号，又再多6天，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其实不用到50头啊。
一般的养殖业者，哺乳类动物这么大，你死5头，你就想要怎么回事？是用药还是什么出问题了？怎么会不验？一定会想验嘛，因为这都是财产嘛。他一定会想知道，如果不是非洲猪瘟，它是个什么病？我可以做什么去护住我其他的250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思维。可是张老师刚才在自己行间又提到了，因为这2天大家在争执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猪中央说一定要用火化，对，一定要烧掉，对。可是台中好像因为在烧掉的我不知道是塞不进去，它太大了，对，所以他们好像有说要就地掩埋。这件事情也引起大家很多一些讨论。对，那他现在中央是说你的焚化炉没办法烧这么大，他会用一个机器去把它打碎，再弄小一点，让你可以烧。这样还是要处理机了，对，处理机，当然他们都是用专业词啦，包括画质什么都是专业词，但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在原地烧掉，因为其他地方一定不会收嘛。对啊，就算能烧，我怎么会让你？而且就地掩埋，大家也会担心吧？对啊，就是他说3年不开挖，这怎么？对，就是大家都会担心，都会怕嘛，所以现在中央就去协调把这件事做。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表明说我们自己没办法烧，可不可以请中央支援，看怎么样去解决？也许大家也会观感好一点。但现在觉得说没办法烧啊，我要用埋的。然后说穿了，有些媒体到现在还可以去拍到这个厂的外面。我们今天有看到很多流出来的画面，理论上它那附近应该也是有风险，特别是它那个猪是直接用吊车上吊，也都没有遮蔽，就不应该让人在过去那一带。对，一阵风什么鸟，因为它是其中一个传播链，就是人车接触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真的大家应该用比较高的规格去看待。OK， 但是刚讲到这些，包括处理，包括你说要不要掩埋，所有这一些，当然就牵扯到地方跟中央一定要去协调的这些。但是在讨论这些的过程，包括你看，像今天杨成玉委员是说要农业部到立法院来报告吴思瑶委员，然后就直接讲说政治性报复，是不是？就任何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都会被政治的这种味道就进来了。因为最近1-2年政治气氛不太好，每件事情都会无限上纲到政治啦。最近1-2年政治气氛不太好，每件事情都会无限上纲到政治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把所有的事情查清楚，包括时间轴，包括这个疫调的结果。我想疫调结果出来之后，中央跟地方就一起开个记者会，跟大家说明白，这个的情况，病群情况是如何，然后我们后续会怎么样处理，包含后端的管理，包括厨余的使用等等，就一次大家通通把它处理好。再来追究政治责任，我相信这个绝对该谁的责任逃不掉了。我万一是中市府的责任，我想大家都不会不会放过他，会追究到底。那如果是中央的责任的话，就看说这个责任要怎么样去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坦白讲，这是一个要实事求是去解决的问题。不用去现在就无限上纲到去追究政治责任，就把它变成一个你为什么3预算变成口水战，好像卢秀燕什么都不做。那确实是昨天他这样的回答，确实是会造成大家讨论的。那我觉得是他自己要去承担这政治后坐力，这是他自己内部的幕僚作业要去检讨的地方。对，你说讲购物节的那个，对，我要检讨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处理这个前端的回答不够好，那我觉得这个政治后坐力他自己要去承受。来，舒培，来最后这件事情，你觉得大家要怎么样去共同能够处理的？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大家现在就责是在处理政治，因为整个过程包含10月10号到底死了几只猪，然后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处理，要到这个所谓的画质监控系统发现异常，农业部才通知动保处要到这个牧场去做检测。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要检讨，这里面要检讨不，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市府里面本来就有局处啊，动保处有动保处的处长，有他的职责所在啊。那身为一个父母官的卢妈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她到底怎么样去督促她的局处？大家现在在看她的态度。如果是处长真的失职了，该负责任的没有负好，这个整备计划他该做的他没有做。妈妈就是要出来，不要讲妈妈，市长就是出来要把这一件事情盘点好，
跟大家报告，而不是在面躲避嘛。所以我当然觉得刚刚是台北市的议员要去帮台中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有点困难。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扩散下去，对台湾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有多少的靠猪吃饭的这些的民众全部会有经济上面的影响。我觉得这真的不可等同视之啊。所以现在的检讨当然会有政治上面的问题，但是你既然是父母官，你就应该要出来跟大家报告清楚，包含这整个的流程到底哪里有疏漏。卢秀燕应该要出来讲清楚。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时间现在算，如果要到27号，中央已经说27号疫调会出来，那27号疫调出来，可是中间这段时间，包括禁载跟禁运的时间会不会再拉长？那生活上一定会产生一些不便，因为猪肉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它是太重要的一个在食物上面，整个食物链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呢，希望呢，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看起来很多地方都已经成立了紧急的应变中心，包括中央成立应变指挥所。你今天看到卢秀燕市长跟卓荣泰院长一起开记者会，希望这关一定要守得住。OK， 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当然对国内来讲的话，政治氛围，纯政治氛围上面来看的话，政治人物跟媒体、跟狗仔们、跟什么之间，对于黄商主席来讲的话，会不会对他会产生任何一些影响？因为他已经表明了，一战就是告了嘛，他只是告你不知道他告什么，他就跟你讲2条嘛，他这是他的用词，他也不会像民进党一样这么 low 要去按铃啊或者什么这些。那但是这告了什么？一般政治人物都会给大家看，就是讲说，张一善我就是告了你了，我告了你什么东西，没错，然后是什么什么这些。但这种回应法其实也是让大家觉得会有一点无理物。可是重点又回到凯斯国际这整个事情来看的话，当黄昌也不告诉你说李玉娟就算是负责人，那包括他的太太他们的户籍在不在那个地方，他也不回应你这些的时候，他真的在这里面凯斯国际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些角色吗？对，黄国昌说要告，然后说那个去按铃太 low 啊，所以他到底告了没？告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用对我跟你讲，他用的应该就是我们一般除了告就是律师递状，那不是 low 啦，自己也可以递状。他说啊，你看民进党去按铃，这都很 low。其实周小平按最多啊，他妈连国民党都骂了，很多人都去按嘛。按铃的目的不是说 low 不 low 的问题，按铃的目的是跟你讲我告了。对，第二个是说我告的理由是什么，而黄国昌这2件事情都没有告诉我们。他就是不要告诉你我告了没啊，他就不是要就是要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告了些什么。可是我不懂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等到被告那周刊嘛，他应该就是告周刊对不对？周刊像洪浪他们嘛。那他们收到以后也会，我相信他们也会跟大家讲。好，目前没收到，对，还没收到，目前就还没收到，表示他目前可能还没有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快，不重要，反正你要告就赶快告也不要说别人告去按铃叫 low 啊，你自己黄国昌之前也有去按铃过所以你不要自己说自己很 low 哦。这个东西就是跟媒体讲清楚为什么你要告，而你告的理由是什么嘛？那他告的理由其实是为了高挥。应该啦，目前为止最新发展的局势就是高辉有没有注资到所谓的凯斯国际嘛？那《镜周刊》的说法说我没有写汇款，那个黄国昌说你有本事就把汇款单拿过来嘛。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看到《镜周刊》上面是有写说他引述了他人说有汇了100万给凯斯国际嘛，他可能是用汇那个字，他并没有所用汇款的方式。但是《镜周刊》的说法说我就说没有说汇款啊，我说的是注资嘛。好，这2边的说法有差异，就让法庭去证明他们到底要不要汇款。而《镜周刊》说真的，他有所本，汇款这2个字也不是《镜周刊》说的，是他引用的所谓的某采访对象嘛，他的采访对象所说的。那应该你要告也告采访对象啊，不应该告《镜周刊》啊。就好像我跟黄国昌讲的，你要告也告无姓工程师啊。不应该告《镜周刊》啊，因为《镜周刊》所说的都是无姓工程师媒体引述的无姓工程师的说法去写在他们媒体里面嘛。他们有做采访有嘛？那你要告毁损你名誉的是无姓工程师才对啊。毁损你名誉的是《镜周刊》保护的那个当事人，说你用汇款的方式进所谓的这个凯斯国际才对啊，你不应该告《镜周刊》，因为《镜周刊》是有负责到所谓的媒体采访的相关责任嘛，它就引述当事人啊，而不是媒体随意去推测的嘛。媒体尽到了第4权，他们有去做所谓的采访对象的一个来源嘛，所以就不应该去告《镜周刊》，而他去告《镜周刊》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跟《镜周刊》
对立化嘛，他把所有他应该回答的问题不想要去回答，就说你看就是《镜周刊》去打压他嘛。而黄国昌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是高辉到底有没有注资到凯斯国际，不是汇款单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高辉跟你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嘛，包含高辉注资的那家公司，它也是在你的服务处里面嘛，所以他跟你的关系你就切不断嘛。包含凯斯国际，他之后他的新的一个投资者，这2个人不管是蓝的金主或绿的金主，就是你黄国昌熟识的人嘛，他们投资的标的，民报或者是求真民调，你黄国昌也切不清楚关系嘛。包含凯斯国际现在还是不知道是李丽娟是谁的这个负责人，那你为什么你的儿子、你的老婆的户籍会挂在李丽娟所住的地点里面嘛？这些问题黄国昌一题都没有回答，所以为什么一题都没回答？如果一回答了，就证明他跟这个凯斯国际的这4个狗仔是有关系的。其实这4个狗仔其实已经证实了有某一个人就是你前助理嘛，有那个李玉金小姐，就是你高翔你妻子的闺蜜嘛。其实这些狗仔已经跟你有关系哦，而狗仔跟他有关系，问题来了，今天正传媒的民调已经做了嘛。70%的人不认同可以用狗仔去跟监政敌这件事情，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是没办法接受的。而这里面包含民众党的56%，将近60%的人，民众党的支持者也不认同。如果黄国昌用狗仔去跟监王一川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黄国昌去指挥的话，事实是黄国昌做的话，假设啦哈，那民众党的人也不支持。所以蔡壁如昨天跟我同台啊，我问蔡壁如，你认同可以一个政治人物派狗仔去跟监你的政敌吗？蔡壁如说，如果是这样，他也不认同啊。为什么？民众党就有60%人就不认同嘛。所以蔡壁如现在选党主席可能会赢黄国昌啊。如果以今天正传媒的民调来看的话，那么民众党人也不认同这样的行为，所以黄国昌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到底黄国昌你有没有派狗仔去跟监王一川？除了王一川以外，大家媒体报道上面种种各种无差别跟监的行为，是不是你黄国昌去指挥的？而这些资料，我说真的，检调都已经在侦办了。这个包含那个王宏威的那个事件，张凯维的卖照片的事件，现在都在北检在侦查中。你们可以去告《镜周刊》，可以去告这个揭发所谓张凯维卖照片的这个Wendy，这些人其实都已经在同一组在侦办哦，都是所谓防治贪污的专组在侦办当中哦，而不是说用妨碍名誉去专。为什么不用妨碍名誉去办，而去防贪去办？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妨碍名誉的东西，公安拍天下大家好像够来够去啊！我们这名嘴也常常会被人家告妨碍名誉，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不是检调侦办的重点，检调侦办的重点。真的就是你黄国昌，如果你真的派狗仔去跟监政敌，这是法律上所不容许的。这里面我们现场的来宾里面，其实应该是伟航跟黄国昌之间，因为以前黄昌在实力嘛，所以大家以前算是有对好 OK 同事的记忆，对，所以在你们那时候政媒之间的关系，对你们来讲。OK， 那时候大家在看待这件事情会是怎么样？那这整件事情，当然你还记得，在回应这所有事情的时候，不是那时候包括周刊在提出很多一些指控，黄昌跟狗仔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就是讲收队，那个对话里头是黄昌说收队，是，然后包括那时候大家问这个的时候，好像是民众党有回应讲说，因为黄昌他有被跟监。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反跟什么反收证还是反跟监，类似像这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对于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那如果要是整个这样发展下去，所以正常民调是讲说，如果黄昌真的有指挥狗仔跟拍，如果是真的话，显然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大家觉得不太认同的这个地方。好的，我先说明一下，以前时代力量当然是主张正门分立啦，哈，而且在时代力量的这个原有的团队里面，不可能去搞这狗仔嘛，哈，原来的人都已经快要领不到薪水，更没有钱去付给狗仔啊。那黄国昌后来能够搞这个狗仔团队，其实大家也是很纳闷。不过随着这个礼拜新一波的爆料，他好像可以获得一些外部资金的挹注，带他来执行一些勤务劳务之类的哈，就是他的狗仔团体好像执行的业务项目还蛮多的哈，所以
随着这个报道，我们也慢慢可以看懂说，哦，原来它是怎么样逐步去扩张，从一开始的100万到后来这个凯斯国际增至到将近1500万左右了哈。好，那这个事情当然随着后续的新闻的报道陆陆续续出来，我觉得它整个轮廓会越来越清楚，跟黄国昌的关系就越来越难去把它切割。其实一开始哦，当有些人看到李玉金啊，或者是上个礼拜骇客案他的正信助理陆陆续续出来，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包括赖家人什么的哈。要切割跟他们的关系，就我们对他们认知是绝对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切割，就是他们的票人。其实事情在9月22刚爆发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在说啊，连连看啊，可能有关。我直接说那全部都黄国昌的人，因为我们会认识啊，很多那种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这张图里面的这个人是谁哈？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只是我们人家可能有什么爆料，我们没有再直接讲清楚而已。所以后续发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我们再来看民调，就后续它的发展都是有一天真相大白啊，不管大象真白还是真相大白，就是串起来的。它会对民众党有什么冲击？最近这一阵子陆陆续续，因为到了月底，陆陆续续出来几份民调，很多人关切的第一个重点是，民众党支持度没有什么太大变化，10%到13%。那因此有一些台派很沮丧。你看黄国昌报了1个月了，民众党还没有影响，为什么？还没有对于民众党支持者还没有一个关键证据嘛？对他们一定会说啊，《今周刊》绿媒啊，那个什么啊，这个刻意抹黑，所以他们还不愿意接受。但是随着这些资料陆陆续续串起来，有一天也许就出现最后的金流的连结，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系通联。就是把所有的要素都凑足了，有一天终于可以凑起来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去观察，到底会对民众党有多大的冲击。就是把所有的要素都凑足了，有一天终于可以凑起来的时候，那大家就可以去观察，到底会对民众党有多大的冲击。那在这传媒所做的这民调，就刚刚所讲的嘛，不认同的有70%多，不认同的有70%多，但重点的是认同的非常的少，实际上这10%在一般的我们民调上真的比民众党自己原始支持度都还要低上蛮多的。那当然这也代表就是民众党在这一份民调里面，它有13.9%，算是差不多大家都是差不多做到10几%这样子。但是不认同的包括民众党自己的支持者，他的支持与认同与不认同比例是1比2，就是不认同黄国昌，如果真的是他去组这个狗仔队，他不认同。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民众党要去思考，因为其他2个政党反映呢，其实那你又不是我这个政党嘛，你本来就跟你不是同挂，你这个行为我当然不认同啊，连国民党呢都有75%啊，国民党呢也搞不好想说这会不会来跟我？好，那重点就是民众党人，其实现在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看的，包括国民党也换新主席嘛，那看了民众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内爆掉。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外面去骂他，外面去骂他，他会有那种防御心态嘛，就说你们打我全部都是绿的，跟赵少康一样也是绿的这样子但重点就在于说，民众党会不会有些人到了这个案情发展到一个地步，发现不行，它会影响到我选市议员了，它甚至会影响我在新竹选市长。会不会有朝一日变成这个样子？黄国昌来站台，全部都在问他狗仔队的事情，那这个人对我而言是不是完全是负数？可他有主席你不得不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迟早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民调看到就是说，的确他有内爆力，只是现在大家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可是有一天，你对黄国昌的想象必须跟真实的黄国昌去接轨。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民众党关键的那个逆转的时间点。石刚如果这样讲的话，因为蓝白合的主调绝对不会改变。那但是对黄国昌所面临到的这些事情，就刚刚讲，譬如像狗仔们这些，如果真的是他有指挥这些的话，如果假如是这样，那连国民党的支持者都有70%多，觉得这显然是国内政坛或是民众会觉得好像不太应该是这样。可是你只要问国民党的朋友，他也会回一个另外一句话，就讲不是嘛？
把一刀毙命的证据拿出来，大家都没话讲啊。要不然每天大家这样猜，反正告的也告了。现在看起来我不知道，反正现在黄昌这边告了，那边说2个，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下一个就是《镜周刊》的，如果收到，那接下来就是他们说他们去告诬告，也不知道要告几个。那大家就等着诉讼，然后就等着那个判完以后才知道结果。这几个层次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某些人就指控黄国昌是有所谓的中资来源啊，那中资来源就必须一枪毙命，他的中资怎么来？是透过谁转？是通过什么A 啊 B 啊 C 还是他的亲戚转？这个东西要有一枪毙命。当然，你这个事情啊，进入太细节之后，其实很多一般人大概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没有人知道说黄国昌的小姨子是长什么样，因为他不是个社会知名人物。然后这些公司在社会上也不是个知名大公司啊，所以大家在讨论细节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什么人会有耐心？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你的照片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对不起，人家觉得是政治攻防哦，就是政治。我坦白讲，最主要是政治攻防。当这个事情到了引爆点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照片丢出来。那我也不知道他前面阶段，我不知道黄国昌这件事情，大家也不必去黑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哈。但张凯维我是认识的，好，那所以这部分就很清楚。那你现在指控黄国昌说他是什么有中资，那你就把中资的资料是透过哪个管道、哪个账户汇进来，就一枪毙命。那我觉得这样中资就不可以。但如果只是说他小姨子投资什么民调公司等等。一般正常的投资行为，他小姨子不能投资民调公司吗？民调公司不能去投资其他事情吗？他这是一个特许行业，还是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所以不行。那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你公司投资我公司，只要你的资金来源是正确的、是正常的，这样投资，请问你去告为什么？那就他如果他小姨子有投资，因为他是黄国昌是说。他问他太太，问他小姨子，然后他太太问他小姨子说没有，没有，他太太问他妹妹，啊，他没有小姨子，他太太问他妹妹说没有。可是如果要是他的就小姨子，他的小姨子如果要是有投资凯斯，那几个狗仔是黄国昌，包括有前助理，他小姨子又不是政治人物，又不是媒体人物。那一般来讲的话，对黄国昌，他需不需要出来跟大家解释说，他为什么他的小姨子为什么要投资这些？其实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他个人的投资行为，他需要出来做的。如果要是他的小姨子真的有投资，因为黄国昌是跟你说，他问过他太太，他太太问他妹妹是说没有汇款，没有汇款。对，万一如果要是有这个，他需要出来跟大家说，其实就像你刚说，中华民国个人投资需要都扯到我吗？我认为觉得其实就是他说，既然有些人去告他了，在法庭上说清楚。对啊，他小姨子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吧？他一个成年人有没有必要由黄国昌去揭露他的财务资料？这小姨子如果也不是从事什么公职，也没有是社会大众知名人物，他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如果他小姨子他今天的钱是来自于犯罪所得，是来自于毒品所得，或来自于其他莫名其妙的这些钱，那你必要说明白。但你还没有查出来这件事情，小姨子她有钱去做其他事情，她投资做任何事情，坦白说，黄国昌没有必要去帮他讲，因为他2个都是成年人。OK， 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大家这个家庭里面都不要有从政的人，都不要有公众人物，因为所有的财务资料都可能会被拉扯出来。四哥，那个张凯维讲，这张凯维的照片事件对你会不会造成困扰？会啊，会困扰啊。对啊，对啊。你有没有考虑要告人或者什么？我没有考虑要告人，真没有考虑，因为我跟张凯维之间基本上就是他觉得这个是政治攻防，而且我们讲的事情是真的，是发生的，是有公器私用的情况，并没有说诬赖他说这不是公器私用，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那个，而且我个人的部分基本上也后来就证明是对的，然后监察院也做处理啦，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你发掘一些违法的或是不合规的现象去举发，我相信很多民意代表都做类似的事情。OK， 小玉你不要一直那个什么眼神在看着张志，他讲的时候你一路看着这样，来，苏伟，我想讲的啦哈，就是说不合法不合规，身为民意代表应该就要告发，但是问题是这一个的收证资料如果来自不合法的政治跟监，那这样是对的吗？那思刚其实并没有回答我们，就是说他的这一些照片是不是来自张凯维？
好，这个思刚上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说他没有花钱，但你的照片是不是来自张凯维？因为现在张凯维的照片看来是来自谢欣恩，谢欣恩的照片来自的就是凯斯国际养的狗仔，而这个狗仔是谁可以操控的？就是黄国昌可以说收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应该要去回答的问题。黄国昌的小姨子去找了。不知道，就是李丽娟是一个人头，至于是谁找的不晓得。然后成立了这个凯斯刚好高辉，也就是黄国昌太太的妹妹，去投资了这100万。然后除了他妹妹之外，跟黄国昌成情的包含陈建平，包含黄安杰，各投资他1000万。而这一间公司不止养了狗仔，后来还是投资了明报，还投资了求真。养的狗仔去跟谁？去跟王一川。可以说收对的人是黄国昌，这件事情不该讲清楚，不该说明白吗？当然需要啊！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子，那黄国昌可以养狗仔，我也可以养狗仔啊！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金主，大家养狗仔来跟去吗？这像话吗？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啊！因为我如果行得正坐得直，我真的要去追求不法，一定是有正确的资料来源正确的管道给我，而不是派任何人去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违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违规，但我就派人跟到你违法违规为止。这样怎么会对？但黄国昌针对这一件事情有没有说明？有没有说清楚？没有嘛？他只有说他的小姨子没有汇款，但有没有注资他不讲。还有他的金主包含陈建平1000万，黄安杰1000万，是不是有投资凯斯？而陈建平、黄安杰怎么知道凯斯这间公司？如刚刚所说的，他就是一个大家不认识他的公司。那这2个大老板为什么会各拿1000万投资这间公司？谁告诉他的？那这一件事情会不会跟之前徐永明这个收购收贿案一样，不违背职务收贿？你如果是拿了钱，然后利用立法委员的职权在立法院质询，那如果徐永明有事，黄国昌会不会有事？我觉得这都是接下来应该要说明，所以绝对不是那么这个像过去一样，对，像思刚刚讲的，没有什么问题啦，就一般人啦，叫一般人。我跟你讲啦，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当然以你的角度，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推向最悬疑，然后最有可能违法。不是我刚刚讲，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他如果你以你的法律来了解，在法律上面。他最可能违反什么样的法？没有啊。如果徐永明收了这个收购的这个汇款，而且还没收到哦，只是承诺哦，他去质询就不违背职务收贿，就被起诉啦。然后他帮收狗去修相关的法规啊，对，他是帮收狗修相关的法规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我告诉你，因为现在黄国昌不敢承认陈建平有没有给1000万凯斯，也没有。如果查出来依法论法，就徐永明的情况，徐永明的情况是他拿收狗的钱在立法院推动修法，而有利于收狗。这一点大家都这个法律事实基础是 OK 的吧？那没有，我要讲的是说，是吧？我刚才讲是吧？如果黄国昌认为没有问题，是吧？如果黄国昌认为没问题，陈建平、黄安杰有没有因为他的关系去投资凯斯？就承认啊，有啊，他没有违法啊，你不然你抓我啊，你咬我啊，我怎么敢承认？简单补充，投资行为都不是问题，投资行为公司做的什么事情才是问题。政治人物不能做的，一般人可以做，政治人物不一定可以做。今天黄国昌如果不是立法委员，他继续只是那个协会的理事长，他是一般人，他去投资这些东西，透过他的小姨子投资这些公司去做狗仔跟监的行为，顶多就是妨碍秘密罪。没有政治上面，我们今天看到民调，大家觉得政治人物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开征信社啊，他还做得不错了，还卖给那个卖给你呢，没有卖给我啊，透过这个人卖给你，我这样我会告。OK， 我透过张凯维没有卖给我，我想这有些事情要讲清楚。不是，那你的照片到底是不是张凯维给你的？对 ，OK， 我凭什么收回？我基本上我没有义务告诉你嘛，就还有基本上你有些别人告诉你的资料，你接的弊，那你也不会讲啊，对不对？但没有张凯维给我照片，那你也不会讲。那我随举例，透过张凯维提供给张思刚去做相关的政治攻防的工作哦，他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啊。
如果他是一般人啊，一堆政治人物、蓝白阵营可能都会找黄国昌，你继续帮我做，那你要负担刑责啊，妨碍秘密罪啊，那个妨碍啊，这个相关的个资法的问题啊，你黄国昌应该做。现在讲的我也不讲什么中资港资的问题，这件事情政治人物该不该做？2024年黄国昌做我不怪他，2024年黄国昌如果继续做，黄国昌除了法律上的问题，他还有相关你政治人物该不该做这件事嘛？而这件事情谁应该生气？国民党人最该生气，因为他投资了一家叫做求真民调，还过去因为蓝白合做了多次的假民调，来让蓝白合这件事情破局，这件事情。国民党才应该生气的，结果国民党还不跟黄国昌翻脸。好，我记得是求真民调，就是当时所谓那个什么386%，对，让的 OK， 但是翻页了嘛？我现在去那个会倒回那个君悦酒店的前一天吗？不会啊，就是这事情就这样子就过了。如果大家都是每一天就去翻旧页，是求真民调是求真还是求假，我不管了，那事情就翻页，大家汲取教训。其实我反而 care 的是这个资本是否是中资，我 care 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是中资的话，那就犯了这个红线，就不可以。就你有中资进来，你做什么事情都就是不可以。中资进来支持你合法合规的事情，我认为也不可以。这是一条线的问题。OK， 但伯杰，如果真的讲的话，你上个礼拜就讲说，又面对到什么狗仔们，又面对到骇客们，你说黄章要有心理准备。那如果要是2年任期到了以后，会不会怎么样？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刚才伟航其实有讲一段。你看到一般来讲，我想大多数人对政治人如果要是真的你说养狗仔或者什么的话，那看起来大家都不太认同。但重点是在连民众党内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些的风险？所以刚刚伟航会讲说有没有内爆的一些的问题。可是当蔡壁如直接大大的讲说，他觉得他是直接在媒体上讲，说他们的主席，那民众对这样的争议一定会觉得观感不好或怎么，这算是第一枪吗？后面还会有吗？你觉得？我想，如果因为是蔡壁如委员讲的，所以民众党的朋友应该也都不意外因为他们两个那个叫有仇报仇，没仇便决斗就过去他们毕竟党主席选举，对他们就曾经有过一些这个火花那现阶段，我觉得蔡壁如委员也许我觉得他是站在一个比较，就是说，如果有这些争议。因为我相信民众党里面是有很多种群体的集合，而有一群叫做柯文哲的支持者，其实是最大宗。那如果是为了黄国昌而加入民众党的，我不认为是民众党的最大宗，绝大部分是因为柯文哲。好，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今天只讲黄国昌的时候，他即便在这样尤其是讲狗仔队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在台湾其实就是用负面的啦。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在台湾其实就是用负面的啦。其实在当年这个所谓的一传媒集团引进狗仔队来台湾，就是用负面称号，所以才叫狗仔队嘛。那像狗仔队这种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当的这个，好像这个光明正大，我们是狗仔队可以到处讲的，不是。所以正常来讲，一般民众听到在这种民调里面去听到这个，绝对是多数不认同，这个我觉得很正常。那黄国昌也不是一个。从很多民调，在他从政以来，他都不是一个多数认同的政治人，或者好感为什么？因为他都在第三势力，通常他都是蓝没有那么喜欢他，绿讨厌他。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民众党内部确实这个数据对黄国昌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叫做一个示警。就是说，民众党内部也有人对这一群，等于说这一波的，也许黄国昌觉得他是被冤枉或怎么样。但是有人对这个有疑虑，超过50%会有疑虑。这一块的疑虑是黄国昌要对内部去说明的。接下来，因为他还是党主席，接下来这个党一旦党主席又陷入司法的风暴，他们还撑得住吗？像我就有时候在一些节目讲说，这叫2次灭党。前一次没灭成功，因为现在柯文哲又满血复活。可是呢，这一次会不会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风暴，对民众党会是一个考验？有没有小雨？连柯文哲都开始担心了。
他不如问陈战说，那如果要是黄国昌被抓，他要不要去爬巨马？那当然，我相信他是在靠 C 的说法，意思就是你们又要用司法来迫害我们民众党这些人或什么。可是这所有刚才世刚在讲的时候，你一路看着张世刚的那个表情，我就往米格鲁，我一直看着他，觉得他有干嘛？他是身上带着肉块还是怎么样？对。可是这整件事情，以你自己来讲，大家看了这么久，到了现在，对黄昌来说，他真的能够把所有事情全部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吗？没有啦，我觉得我就是很想像米格鲁一样，到底你的那个照片是哪里来？我们的记者有好奇心嘛，啊，那个没有关系啦哈。那回过头来，我就讲说，这个柯文哲不是那个陈志汉引述柯文哲的话说，如果黄国昌啊到时候有什么事情，他是不是要去爬巨马？我想说，哇塞，陈佩琪现在把你身体讲成这个样子，一下这个病那个病，那你还要去爬巨马？那是不是大家下面要推你屁股？我想说你要怎么爬？当然这个是一个考试。然后第二个我就直接讲到说，那你现在是不能说诅咒啦，你现在是怎样要看着黄国昌步你的后尘嘛？然后就是有点像报一箭之仇，说嘿嘿你跟拍我，那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这样。我的心里的小剧场是这样啦哈。好，那当然，比如说像波基讲的，就当然就是说，因为黄国昌本身现在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啊，那如果说连他也被接受司法调查的话，那这个我们当然觉得说，那个大家刚刚已经讲司法层面了，那但是政治层面来讲的话，那民众党里面一定是又开始有一些政治风暴了。那我已经在开始想了，他的下一个顺位会是谁？看，对他我已经想不出来下一个谁。因为柯文哲不可能再回去了嘛，因为柯文哲现在是官司缠身嘛，你里面全部都是你的相关的被告跟证人，所以你不可能再回去接党主席。那如果连黄国昌也被敲进去的话，哇，那我已经在想那个他下一个民众党还有谁？可是你刚才已经讲到，黄昌有没有司法会侦办，跟被敲进去是两回事哦。有没有司法侦办？因为有人告嘛，有人什么什么这些，当然就会要办。但是所谓的靠近，好了，就会不会被羁押？如果这样的话，民众党人会不会反而会群情激愤到，就你们真的是我们的主席，你们每个都要这样搞吗？会不会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反而，尤其像他们跟莱茵之间那个蓝白合，那整个会不会变成那个气势变得更好？可以想见啦，对啊，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跟监又要开始像之前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就是超名册嘛，他们会觉得说，那这个事情其实又不大，那为什么要羁押这么多人？这个政治攻防就会回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了哈。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黄国昌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当时按照这个老师的说法，他是要反搜证，对不对？可是反搜证，你的反搜证范围也太广了吧？陈时中有跟拍你吗？那警政署长有跟拍你吗？那什么4个院长跟秘书长跟拍你吗？那你反搜证，我觉得这个理由是没办法信服。再加上说那为什么包括这个报道讲说是什么高辉投资凯斯？那我去查一下嘛，高家有这么多人，他有高翔、高辉、高席、高军、高谭，那为什么周刊不讲别人？然后就偏偏要去讲高辉，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所本的，他有所，因为高家有太多人了啊，他敢讲姻亲，而且他可以直接讲说就是高辉，我认为说他一定有所本，要不然高家那么多人，他怎么不去讲其他人？好，那你知道经过这段时间啊，其实我觉得我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说这个说谎的功力，我觉得我很佩服。哪一个？包括就是说从张凯维开始，因为那个我跟他的那个律师啊，我的科比律师，我们同台太多次，他都把张凯维跟谢欣恩怎么样互动的细节啊讲得好仔细哦，包括人事时地物，然后两个人讲什么话，谈什么内容，他都讲的。都讲很久，就张凯维就讲说我没有跟谢丁恩互动过。我当时看他声明，我想说，我昨天才跟科比律师，我坐在那边，我听他讲张凯维跟谢欣恩如何的互动。结果张凯维你可以发一个声明说，你跟谢欣恩完全就是没有接触过。哇，我就觉得那譬如说像这件事情，像那个周刊都已经可以把讲高辉还投资100万，他连金额都讲出来了。他讲高辉，然后讲他的那个公司名称，连金额都讲出来了。结果高辉可以发一个声明说，我子虚乌有，没有这件，他是说子虚乌有，没有这件事而且他叫发的是律师函哦。对，他是讲完全没有这件事对，这是你不相信这一段吗？就当他都已经这样发了。可是你的意思说，周刊一般的媒体习惯是这样，媒体一定要去查证一些东西，而且平常讲，媒体的习惯是这样，查证的东西一定会留证据资料。确实，因为随时会面临会被告嘛，所以照理来说，媒体不太可能会凭空要去弄出什么。可是你现在就发现，这真的才叫火车对撞。这边就告诉你，我是媒体，我一定有所本，我一定什么什么。
这边直接找律师发了一个公开声明信，告诉你就是子虚乌有，好啊，反正告了嘛，大家就一翻两瞪眼，反正一定有一个地方说谎。我只是说，我从张凯维的那个事件，我眼睁睁的看到就是说谎，这样可以公然说谎，然后一路到这个高慧事件，我觉得整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人是说谎的。OK， 那当然就讲说，那到底是谁？那包括两人讲说，像柯律师跟张凯维，那如果反正大家都告了。都进去接受检验，可是，在政治氛围上面，到底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大家一定会看这一部分。可是刚讲到说，我记得是波基刚刚有用到说，柯主席现在是不是满血复活？因为出来了以后感觉满血复活。换一个角度来讲，国民党郑丽文当主席以后，有没有满血复活的感觉？我不知道苏北有这种感觉吗？国民党觉得满血复活，因为你现在看很多的国民党人会觉得说，要打败民进党，那就要靠一个。就是最了解民进党的人，所以出自民进党，所以才有可能会，因为很多有人是这样一些论述，要不然的话，郑丽文也不会凭空你说有这么多的票的支持，他就当选了。跟我现在同台国民党的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来讲，他们的评论好像不是这样子，大部分人都是且看，因为接下来会怎么样有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光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国民党在选前4大直辖市长，有3个直辖市长是直接挺。郝龙斌，那卢秀燕虽然没有直接挺，但是郝龙斌发了一个声明，说是他要希望我选那个他，大家都知道是谁，卢秀燕的算嫡系子弟兵吧，黄建豪是直接出来把郑丽文什么资历啊什么从来没打过胜仗，直接他们骂了一顿，对，这些是国民党透过选举出来的最大诸侯，对，就算这样挺，最后一样是郑丽文，所以。国民党也面临到了，就是这些包括，因为民意代表是要去选举的，他要选的是全社会的人的检验。国民党的主席是党员之间的一个选举跟检验，所以这会不会出现一个最大的落差？当然会啊，因为现在郑丽文，就如刚刚大家这个小虎哥所说的嘛，国民党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其实国民党有很大一群人其实都不是支持郑丽文的。就是支持郝龙斌的嘛。这个国民党过去只要讲到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大家都觉得这一次的党主席就是 Kingmaker，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卢秀燕送上这个2028年接下来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但是郑丽文当选之后，国民党好多的人都改口径了，就想说国民党2028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只有一个，可能不会只有卢秀燕，大家的讲法就已经开始改变了。那这样子的改变，对于国民党来讲，内部到底会是好或者是坏？那这当然由国民党自己去评估。刚才讲到好，那郑美这份民调，因为郑丽文曾经在选党主席的时候说要让全台湾人以中国人自豪，这一篇，全台湾有62.1%的人不太认同，24.5%的人是支持认同。那国民党里面61.3%认同这一段话。33.7%不认同，民众党呢28.1%认同，因为民众党比较年轻吧，尤其年轻的一些孩子，60.9%不认同。那民进党就不要讲，只有4.8%认同，88.8%都不认同。那中国人这段话，可是显然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对国民党在未来2026、2028可能会产生影响。但28.4%觉得会更有利，24.2%表示会不利。那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有55.9%认为郑丽文当选对国民党未来在选举会比较有利，可能包括战斗力啊。你说现在打选举，大家都不是温良恭俭让型的或什么。志刚，你们自己好，我们这样讲，包括基层，你一天到晚要跑基层，基层的你们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郑丽文的当选的看法，还有刚特别提到要选举的人，我讲的是包括议员，包括立法委员，2026就是直辖县市首长跟议员嘛，2028就是总统跟立委，选举的人对于郑丽文，包括尤其像刚讲的那些以中国人自豪这些言论，会希望有一点点调整吗？基层的你们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郑丽文的当选的看法，还有刚特别提到要选举的人，我讲的是包括议员，包括立法委员，2026就是直辖县市首长跟议员嘛，2028就是总统跟立委，选举的人对于郑丽文，包括尤其像刚讲的那些以中国人自豪这些言论，会希望有一点点调整吗？我想这是有几个层次的问题啦。第一个就是
国民党是个民主政党，反正谁票多的当选就当选党主席，这是一句名言，也是个金律啦哈。那所以基本上大家就等着看他的表现，因为他11月1号才上任，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现在之前的竞争者，包括罗智强、郝龙斌，那基本上我觉得选后表现也有相当风度。你看罗智还率先捐了50万给国民党中央，所以我觉得在选后的这部分，很多人想要看国民党会不会分裂啦，内部搞心结啦，然后会不会吵吵闹闹啦，看起来想要看戏的人，在这个礼拜里面大概觉得有点失落，有点失落，没有看到好戏，车迷失望了。然后第二个。挺失望的，蛮弱啊。第二个啊，就是选举的时候是一种讲法啦，我觉得是选后的时候会做调整。你觉得还应该会？我觉得会做调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认识他很久，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知道说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然后让这个效力呢达到最大。他既然当了党主席，他就有义务把国民党内所有的声音都听到。有人也许对他这个讲法有疑虑的，他就应该就听到。就要修正他日后党主席的作风，否则的话你不能一意孤行。我想每个执政者，每个达到权力者都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当然会拿这个做文章，因为这跟台湾的过去的这个主流看法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会引发讨论，但是我重点还是看他以后怎么做，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检视他的标准。如果说他路线走太偏，可能连我们这种就会出来讲话像我们在里面讲话，基本上因为你们要选举嘛，我们从来没有小声过，基本上我们也会出来讲话，所以我相信他也听到大家的声音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倒觉得不用那么担心不用那么担心。更何况我认为，其实我们在这党主席最主要这3个人，包括郝龙斌、罗智强还有他，在谈到两岸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差距并不大，并不大，基本上就是92公识，OK， 因为这个不就是国民党里面的基础。那至于怎么样去争取社会支持，也许需要再做一些调整，那个就是之后的事情。OK， 来再来，然后补充一下啊，那有利这次正传媒有2个题目嘛，跟郑丽文有关。第一个是有利不利嘛，对，有利不利啊，当然有利的比较多于不利，很多民进党都认为有利啊，很好啊，加油啊，民进党可能反串在有利里面，为什么我这么讲呢？他们不是说世代交替吗？20岁到30岁认为不利的高于有利的，20岁到30岁比较没有所谓的政党意识形态，所以也不会伪装，所以20岁到30岁竟然是不利高于有利，这是国民党自己要警醒的。第二个就是中南部那个不利大于有利，那中南部的部分，你说南部云嘉南这个高屏民进党票仓还得算了，但是台中地区中彰投是不利大于有利，这个是郑丽文自己要听到。第二题就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嘛，中国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赵少康不断的点醒郑丽文，然后不断的提醒郑丽文之后还要被人家骂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票在台湾不在中国选票在台湾所以这一题里面为什么郑丽文对于不认同了这么高？这长期以来大家做不用这次做了，长期以来大家认同我是台湾人跟中国人合起来的比例就高达80%以上嘛，他不会只认同我叫做中国人嘛。认同中国人前提一定要是我是台湾人，所以这件事情如果郑丽文对于两岸政策或对于所谓的认同的部分没有办法做调整的部分，他这个部分对于国民党绝对是一个大的危机。小雨如果这样讲的话，包括这位人讲问你的不止一位，那某种程度也只是算客套话吧。虽然他也知道卢秀燕一定是目前看起来还是共主的这种状况，可是我总不能真的讲到只有这个样子吧？就像刚刚讲，好像我们这个党里面都没有别人，大家对这样一些有兴趣。可是当卢妈讲说，因为这是今天媒体报道那篇嘛，是说他们党里面人聊到这些的时候，然后说有很多人都把这一次选完的这些结果啊什么也对他有一些指责，他就讲说没关系，那208我也不一定要选，这是气话吗？就我了解，他这个话其实是在选前讲的，就是在投票前讲的，所以结果还没有出来。因为很多人就逼急了，就是说要逼他表态，逼他去支持郝龙斌，对，就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分析过很多次，就是说你在选前不是事后诸葛，就是说你郑丽文已经讲说我是中国人，那到时候真的被他做党主席了，那你卢秀燕你要挑战2028，结果卢秀燕那个郑丽文拿起你的手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那你还要选吗？不会这样做了。当时刚说他会调整，不会这样做了。对，他已经是在讲了。哪有个选举说会取成？你经常我是中国人自豪，我是中国人。你这么多资深记者，哪一次看过选举举起来会说我是中国人？都才说动算了。
我了解，他这个话其实是在选前讲的，就是在投票前讲的，所以结果还没有出来。因为很多人就逼急了，就是说要逼他表态，逼他去支持郝龙斌。对啊，对，就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分析过很多次啊，就是说你。在选前哦，哈，不是事后诸葛，就是说你郑丽文已经讲说我是中国人，那到时候真的被他做党主席了，那你卢秀燕你要挑战2028，结果卢秀燕那个郑丽文拿起你的手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那你还要选吗？不会这样做了。当时刚说他会调整，不会这样做了。他已经是在讲了，哪有个选举说会举证？你经我是中国人自豪，我是中国人。你这么多资深记者，哪一次看过选举举起来会说我是中国人？都还说动算了。那你这样就是骗票嘛？那他就骗票，当然就骗票啊，对不对？得到权力的人调整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你像赖清德以前说他台独，他现在也不敢改国号。好了，这个国民党都有一套的那个说法了。那总而言之，大家现在中华民国本来就是这个独立的国家，是吧？但以前赖清德说不是嘛，中华民国是一场宪法是个灾难。那总而言之啦，就是说当时大家就已经有在劝卢秀燕，可是卢秀燕就被逼急了，然后他就直接，我知道他是对他的核心幕僚就直接讲了，说啊，帮我选2028这样子，他那个是他选前讲的。可是选后，我觉得卢秀燕的危机，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嘛。好，你包括就是说，你从选前大家就觉得说你就应该承担，然后你不承担，好，那这个然后一路到今天的那个非洲猪瘟，你又神隐，所以大家就会对卢秀燕你的那个政治性格到底碰到事情，你能不能承担这件事情，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最后啦。刚刚思刚不是有讲说民进党有人在要挑战那个嘛，对不对？我听到是有人在拱蔡英文啊，在出来选，这是我唯一听到的啦，不然我听不到还有谁？还有谁？好，那你不要讲，你有拍到照片？你有拍到照片？我没有拍到照片了，好不好？我有耳闻的，好吗？我们不要破坏民进党的团结。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2026年选举，我们昨天提了4个县市长的候选人，包含台中、宜兰、嘉义，还有台中，好不好？来，不是。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蓝白合现在，国民党现在党主席，然后包括这边讲，那黄昌沙的学弟，大家可以一起把蓝白合之间，然后共谱未来的蓝白合，创造最大的一个效应，是这样吗？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没有2026就没有2028，甚至连郑丽文的主席位置，你2026没有选好，那就没了，跨不过洪秀柱障碍。洪秀柱当初当了1年3个月的党主席。郑丽文真正的挑战是2026，可是呢，他现在为什么讲南台湾？只要南台湾打下一都，对国民党来讲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能够立战功的是在这个地方。因为甚至有很多县市甚至比如说什么宜兰啦、嘉义市啦、彰化，其实都认为说这次不见得这么样的，对，蓝营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郑丽文他的条件其实是设定的很清楚，他要抢下南2都。可是。问题就来啦，那蓝白合通常优势在哪边？不是南部啊，在北部，在北部。当然，所以你如果北部蓝白没合，那恐怕连北部都可能会出状况。所以我想，郑丽文主席、黄国昌主席目前看起来，至少他们的默契就是说，蓝白合这个方向是要往前走的。OK，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有意外。来，伟航，当郑丽文当主席以后，对整个国民党，你判断好坏？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牵涉到他用的人是谁包括他第一批的副主席，还有谣传的连胜文可能也会在很重要的角色。当然我看了实际上还是一些处理技术细节的人，因为我看到李泽华的名字浮出来，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就是真的是已经进入考古了。因为1998年我还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在万华区党部碰到的专员就是李泽华，国民党最低层级的，一路做到这个主发会啦这么高。那他把这些人找回来，会不会真的就去符合之前的印象？之前的印象是什么？郑丽文年轻人改革派，国民党需要新希望，结果找了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还要传统那我们要问的是朱立伦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林涛这些战狼、杨志宇这些，不管他们事成事败、敢冲敢打的个性，他们有些人是不是把这样子的愿望寄情在郑丽文身上？那如果郑丽文确实推出一些老人，然后这些老人跟不上时代，跟不上社群网络的潮流，还在打传统的这种想法，郑丽文会不会光是在地方党部主委提名，甚至是出现体制上
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跟时代脱节。OK， 在未来来讲的话，那10月1号当国民党的党主席正式上任以后，整个国内的政局会是怎么样？大家会观察。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非洲猪瘟一定要守住这一块。那大家现在在关心的，包括就容忍这一时的不便，包括这几天的禁运啦，包括进展这些，但希望最后是一个好结果。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我们我们明天见，拜拜。